习惯了一键生成文章，你的大脑可能正在被悄悄用废。MIT Media Lab 最近的研究警告，过度依赖 ChatGPT 会对大脑的认知能力造成影响，导致认知债务，甚至会让记忆和批判性的思维退化。这是一篇尚未通过同行评审的预发布论文。研究团队坦言，他们想要提前公开，因为希望能够唤起外界对于教育和认知领域可能过度依赖 AI 的关注。但争议也随之而来。AI 真的会废掉大脑，还是人类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使用工具呢？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Your Brain on ChatGPT: Accumulation of Cognitive Debt when Using an AI Assistant for Essay Writing Task。翻译的意思大概就是你的大脑在使用像 ChatGPT 这样的 AI 助手进行论文写作的时候，认知能力就会逐渐下降。时间长了就会和欠债似的积累认知债务。在这个项目当中，他们想要比较人类大脑在使用 ChatGPT 这类大语言模型，还有 Google 这种搜索引擎，以及完全不用外界工具纯用脑的3种情况之下，脑神经的活动状态。他们的结论是，长期使用 ChatGPT 写作会削弱大脑神经网络的连接还有参与程度。他们招募了54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实验参与者，把他们分成了3组。第一组是 LLM 组，也就是大语言模型组。这一组的参与者只能使用 GPT-4o 作为唯一的信息源写一篇论文，他们不能用浏览器搜索，也不能用其他的软件。第二组是搜索组，这组的参与者能够使用浏览器搜索，帮助他们完成写作的任务。但是 ChatGPT 或者其他的大语言模型是被禁止的。他们设定所有的参与者最后使用的是 Google 的浏览器，并且在所有的搜索查询当中添加了减 AI 这一个选项，所以搜索的引擎的搜索的结果当中是去掉了 AI 辅助的答案。第3组是纯大脑组，这组的参与者既不能使用大语言模型，也不能使用任何的在线网站搜索咨询。所有的参与者在3个月的时间里面进行了3次的论文写作的任务，时间是20分钟，写的是 SAT 考试的文章。有网友曾经评论说，这个就类似于是美国的高考作文。在第4个月执行第4次实验的时候，原本第1组使用大语言模型的人被分配到只能使用大脑。原本第3组只能使用大脑的人被换到大语言模型组，也就是把第1组和第3组进行了对调。他们设计的实验方案分为6个阶段，每一个实验参与者都会经过这几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预备的阶段，主要就是实验者给参与者讲解实验的流程。第二个阶段是设置脑电图耳机。在测试的过程当中，参与者就会带着这个 EEG 的装置，实时的监测大脑的活动，记录脑电波，从而评估他们的认知投入程度。第3个阶段是标定测试，比如说这里的第3张图眼动测试和第4张图心算测试都算是标定测试。第4个阶段是时长为20分钟的写作任务，完成之后，第5个阶段就会对每个人进行一次访谈。最后一步就是预约下次的实验和整理数据了。在文章最开头，他们列了一张对比的表格，罗列出了研究中一些最引人注目的观察结果。其中，纯脑转大语言模型组的参与者表现出比大语言模型 LLM 组前3次实验更高的神经连接。这个表明一个人以前没有使用过 AI 工具，现在开始使用 AI 工具重写一篇论文的话，它会引发更广泛的大脑的网络互动。相比之下 ，LLM 组转纯脑组由于之前已经接触过 LLM， 在大多数的波段当中表现出了神经协调性较差，并且在大语言模型特定词汇方面存在偏见。尽管他们的论文在人工智能评委和人类教师的评分当中都很高，但在 NER 和 Ngram 使用方面的差异方面，与其他组的其他环节相比表现较差。
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非常依赖大语言模型，他写的文章是很好，但是他自己的语言能力是会变弱的，差不多就是变成了高分低能的意思。他们认为这些 LLM 工具为提升学习和信息的获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，但他们会对认知发展、批判性思维还有智力独立性的潜在影响，需要我们非常仔细地去考量和持续研究。和搜索引擎相比 ，LLM 无疑是减少了回答参与者问题所涉及的摩擦。然而，这种便利是以认知为代价的，它削弱了用户批判性的评估 LLM 的输出或者是意见的意愿。只有少数参与者表示，他们没有遵循 LLM 的思考环节，而是追随了自己的构思和思维方式。在伦理考量的方面，和其他组相比，纯脑组受访者的满意度更高，大脑连通性也更强。借助 LLM 撰写的论文对受访者而言意义或者是价值比较低，因为他们在写作上面花费的时间更少，而且大多数没有办法提供论文当中的引文。他们认为，在 LLM 被认可为对人类有益的事物之前，需要进行纵向的研究，从而了解它对人类大脑的长期影响。现在我们正在这个转型期，这一类的问题会非常的多。比如说，上个月 X 上有一个大新闻，UCLA 的一个学生，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了自己的电脑，兴奋地自曝 ChatGPT 帮他毕业。这则视频在网上疯传，截止到6月20日中午12点，这个影片在 X 上获得了6840万的浏览量。网友对此看法非常不一样。有一些表示了忧虑，还有批评。他们说，你未来的医生可能也会带着 AirPod， 一边开胸腔手术，一边问 ChatGPT 怎么动手术。也有人对他表示理解，他们说他至少非常诚实，可能有98%的毕业生都用过，剩下的2%的学生没有毕业。另外，还有一则非常让人震惊的新闻是，韩国宣布将有30%的小学使用 AI 教科书。不是说教科书教人怎么使用 AI，而是用 AI 编写教科书。根据韩国先驱报的报道说，韩国教育部正在积极推广 AI 教科书，他们觉得这样更有助于个性化的教学。2024年11月的时候，韩国教育部宣布批准了数十本 AI 的教科书，分别适用于小学3、4年级、初一以及高一。他们决定从2025年3月开始的新学年，在公立学校开始启用，配合现行的纸质的教科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韩国就会成为全球首个实行 AI 教科书的国家。不过，整个的过程非常的不顺利。报道说是有超过5万名的学生家长请愿表示反对，他们非常担心儿童过度接触数字设备和潜在的错误信息。AI 还没有普及，就已经触碰到了各种全新的社会问题。我个人的观点是 ，AI 编写教科书可能会影响不那么大，因为小学和初高中的课本大多数是学习已有的技能和知识。AI 比较擅长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排列组合去快速生成文字，说不定能写得比很多人更好。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由教育部决定的，而且最后的课本是会经过人工审核的。但是儿童期是大脑发育的阶段，如果是依赖 AI 会影响认知思维的话，我反而会觉得说，在这一阶段多大程度的接触因特网和 AI 工具，会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。你觉得 AI 会帮你提高写作，还是会让你精神懒惰？如果 AI 教科书出现，你是一个小学生的家长，你会同意还是反对呢？回家作业或者是工作提案当中使用 AI 工具，算是作弊还是提高效率呢？欢迎分享你的看法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